今天继续改造我家的石头老屋。今天我家最大的劳动力，我弟弟又回家了，所以我妈给他安排了一个最重的活。老屋里的水管以前装在了院子外面，而且已经生锈漏水了，所以今天要把这个水管挖出来，移到院子里面。水管坏了，漏水，刚才把它挖出来了。看那个生锈了，铁的。把管子挖出来以后，那个地方是接头，然后下午找一个维修师傅来给他换个新的，然后明天流水就可以开动了。院子里面墙壁是石头，地面是水泥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。他们挖了有半个小时才把这个洞通开，下一步就是把水管通进来。今天继续改造我家的石头老屋。上午我弟弟已经把管道打通了，下午的工作就是把水管通到院子里。我们请了村里的哥哥来帮忙通水管。这个哥哥是我们村子里公认的能工巧匠，不管是谁家的家用电器，还有交通工具坏了，都找他。外面的管道还有接口都接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安装水管。有他的帮忙，水管安装得很顺利。水管子弄好了，来水啦！来水啦！我弟弟嘚瑟的小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装的。我家老屋的偏房屋顶塌了一半，听村里的老人说这叫漏天，就是不好的意思。昨天补了几块楼板，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偏房的屋顶补起来。这个工作我们自己做不了，所以我们请了一个装修队，后期还有很多工作也要他们帮忙做。装修队都是我们自己村里的人，大家干活都很卖力。你们见过需要报纸的监工吗？看来干活还得要师傅。一上午的时间，他们就把屋顶抹平了。还不错吧？老屋里的门窗都老旧了，今天我们要拆门窗。其实这种老式的门窗挺好看，只不过这些木头都已经老化了，而且关不严了。拆门窗还是我们请的师傅帮忙拆的。今天我弟弟又休息了。自从我家老屋开始改造以后，他的休息日就变成了劳动日。以前的老门窗挺难拆的，因为下面都是石头，里面还有钢筋，所以挺费劲。两个人敲敲打打半天，门框终于成功拆下来了。墙壁里还有小动物。壁虎，你看里边有壁虎，还有马蜂。门给拆下来了，接下来就是窗子。拆完门以后，我弟弟直接变成熟练工了。你看，很容易就拆下来了吧？干了一天，所有的门窗都拆完了，让我们看看屋后的风景吧。
是不是很美？前几天我姑父给出的粪，今天要清出去，全部拉到地里当肥料。之前一直没清，是因为今年雨水特别多，地里的土一直都没干，拉粪的车根本进不去。这个拖拉机是我们家的邻居的，我弟弟管它叫中国首富式单杠保时捷。我妈哄我弟弟说，这可能是我们村仅剩的一堆粪了，以后想干这种活也没有机会了。看我弟弟的小棉袄有多疼他，把活都留给奶奶，拉着爸爸去玩了。保时捷的马力很足，弟弟太黏了，差点上不来。哎呀呀，真费劲。这车卸完了，拉不多，晕眩。拉到地里再卸车是我弟弟一个人干的，还下着小雨。渐渐入冬，天黑的越来越早。今天没有拉完，明天继续干。我弟弟一大早就起来拉粪了，早晨的空气特别好。我弟弟还是挺靠谱的，这种活小年轻谁干呀？8点56，回家吃饭。弄完了，我来给他验验工。2天我们拆了门窗，做铝合金的师傅帮我们量了一下尺寸，今天过来帮我们安装门框。我家院子里的无花果获得了老板娘的青睐，看起来味道不错哈。铝合金看起来就只是一个框子，感觉挺简单，其实还挺麻烦。要先把框架摆进去，然后找准各个点，然后打孔先固定住。看我老妈多认真，找好水平线，然后注胶。我家这次总共做了4个窗子1个门，每一个都是如此反复。这个安装师傅在我们镇上挺有名的，据说每天活都接不过来。以前总感觉人家挣钱很容易，看看人家忙碌的身影，不付出劳动谁会给你钱？这间小屋是一间卧室，这一间只需要换窗，这个门是铁的，质量还很好，到时候刷一个什么颜色的漆，大家帮忙参考一下。现在带你们看一下窗户后面的风景。我们家的院子特别大，所以我们想要把南边这个地方要盖起来，给它搞成4合院。但是目前还没想好到底是要盖平房还是起居房。孙女来了。今天我们先把盖房用的料备好备足。沙子是我发小的哥哥给送的，来骗。趁着我弟弟还在家，有人当搬运工。晚上下班，我拉了一车白石灰回家，他负责搬运，我负责打手电。跟着他跑了一个来回，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傻？找个地方站那不就完了吗？我家老屋以前有一间卧室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打通了，今天我们重新把它隔开，卧室的墙壁直接按照原来的老位置重新垒起来就行了。
我们请的装修师傅速度很快，只用了1上午的时间，这个墙壁就垒好了。卧室隔开之后，就开始上水泥加固。用水泥打了1层底之后，就开始上颜色。墙面暂时刷成白色。完工，漂亮。昨天我们把卧室隔开了，今天我们要把卧室的四面墙刷一下。没挂上，挂了就是不挂。翻新墙面之前，要先把墙面打磨一下。以前的墙面上有很多钉子，把这些钉子拔出来也费了不小的时间。打磨完墙面之后，速度明显快了很多。刚刷完的墙面看起来不是很白，等它干了以后就好看了。师傅刷完卧室的墙之后还有一些时间，然后就把之前安装的窗口还有门口填一下，给它固定到墙体里面。今天下小雨了，今天下起了小雨，但是这点小雨阻止不了我们装修的进度。今天的工作依旧是抹墙皮。今天我们终于要对地面下手了，先从隔开的小卧室开始。前几天抹的墙面晒了2天，渐渐开始变白了。这个地面前2天草草抹了1层水泥，今天我们开始铺地板砖。装修师傅先从墙角的点开始凿起，凿完点之后用墨汁在墙面打上平行线，之后再量一下地面的长度和宽度。量完之后核计出地板砖的用量还有切割的尺寸，就开工了。因为院子的地面要比室内高出不少，如果下大雨的话，水就会流进室内，所以我们要把地面铺得厚一些。第一次知道原来铺地板砖不是直接把它放到地面的灰上，
砖的背面也要打一层灰，这样再铺上去才能更牢固一些。地面本来是从西墙角开始铺的，后来我姑父来了，然后大家一起合计了一下，决定返工，从东墙角开始铺。慢工出细活吧，师傅铺得很细心，所以铺得并不是很快。每一块砖铺完之后都要站上去，细细的再踩一踩边角。一天下来，一间屋子还没有铺完。地砖我选的灰色，阳光照进来之后还显得很亮。跟着看了一天，我家监工都会抡着锤子干活了。啊，你帮忙呢？啊？今天天气很好，阳光洒进来，给院子镀了一层金色的光芒。今天我们的四合院计划开始动工了，盖房先挖地基。今天我姑父又来帮忙了，他也是一个泥瓦工，平常农闲的时候也帮人盖房子。打地基要先把地槽挖出来。地槽是我姑父一掀一掀铲的。头的这么粗啊？我说的，没别的东西挖哦哈。要不先泡泡再出，它不好出啊。对，这个画画都压不到。我这让啥一定是查不开。啊。我姑父的意思是这样能把里面的槽铲出来。挖完地槽就开始上石头打地基。这块大石头我有点心疼，本来我想留着当石桌用的。这种大锤特别重，用它敲一下石头，地基会更牢固。我的石桌又没了一块。就这样，石头一块一块填进地槽，就算是打完地基了。明天就可以建房子了。把它推倒了，这里盖成浴室和厕所。首先要弄个化粪池，化粪池我们没用那种大桶，毕竟塑料制品还是会腐化。因为下面全是石头，我们直接用水泥把四周还有底部抹平，用楼板把它盖上，就可以在上面盖浴室了。至于水泥的品质，似乎不用我们担心，我家监工随时严把质量关。看样子是合格了。铺好底之后，就开始沿着地基垒墙了。南墙是从两边往中间推进。我姑父从厕所这边开始盖，包工的师傅从另一边。
大致的方向定好了之后的进度就快了。我家院子里石头特别多。哎，就不能往外推推那石头吧，提起咱都骑到这个街上来，骑到外面去了。因为要盖南屋，这些石头太占地方，所以要把它们清理出去。石头实在是太多，而且又特别重，所以这些人搬了好长时间。往外推这些石头，基本上花了大半个上午的时间。石头清理完了，继续盖南墙。上午的工作量完成了，我家监工又上班了。下午盖卫生间，有他监督着，让人很放心。搬多少？多少有点？石头搬完了，下午我们继续盖房子。下午就是盖卫生间，还有把南屋的墙隔开。在我们农村盖房子是没有图纸的，就我姑父和装修师傅们各种测量，最终确定了门还有墙的各种尺寸。天色越来越暗，他们依然没有要停的意思。你都知道切身的走，哎好奶奶，哎叫奶奶了。哦，你妈就舍得把你横了哈。哦，是英语。今天就很明显了，要把这些墙垒起来。现场学一下怎么拌灰。这种拆袋子的方式简单又粗暴。
我家监工又上班了，但是今天有点耽误干活了。好，那他呀？那他呀？他？那你要么？我自己要玩人家还在那里，我自己要玩。你等着我车先回啊。我给他拿了个尿。等他买了啊。哎。他到底要啥呢？他不是要水果，你瞅着啊。要这个？要这个？对，要这个也得怎么能吃的呀？还嘞？虽然有捣乱的，盖房子的进度依然没有改变。看起来了吧？明天就上梁了。今天我家南屋上梁。啊，今天那得上这看，你来去。我俩不错了啊，是吧？有。你都给钱了，你人来之后，你有理没的错。这是要吵架吗？那媳妇哪个还行？这个啥了？之前测量了半天，把定好的实梁的尺寸给忘了。是吧？咱们换下个肉的。来，原谅不合适，肯定不能用，自然要拆下来。但是今天就这样了吗？怎么可能呢？看我们如何拯救它。门上实梁给定断了。你都给钱了，你人来之后，你有理没的错。于是我们把它拆下来了，但是我们有办法弥补。你猜我们用什么顶替它？九个的正好的呀。啊。来，我的米吃中了。没去了。2.8。行。我这不让来的。这个玩意儿，这是我邻居家葡萄地里拔下来的杆子，本来比这要长，我们把它切割了一下。俺老好年的时候啊。我有说话，说话都哎，我的来，俺就是这么个立着放哈，立着放，来，坐啊，这个还好看点，还有看点活啊，我都说大包要会算计啊，还好看点哈，这样不是更完美了吗？这活干得漂亮。
阴梁上完了，今天把这些墙补齐，明天就可以支盒子了。俺家门得把那个墙给你回来了。今天上回去了。对，他们快呀。平房盖起来之后，就感觉这个老房顶特别不搭，要把这个拆掉，所以我们决定把它拆掉。以前人真的很聪明，盖房子用不起水泥，就用黄土和成泥。用泥巴糊的房顶用了30多年了，依然很坚固，而且保温效果也很好。看拆的这么费劲，就知道当时泥巴糊的有多牢固。老房顶拆掉之后，再把这些砖拆下来，重新用水泥再上一层砖，明天就可以支盒子了。今天这个架势有点大呀，满满一拖拉机。说是今天支盒子，我也不懂支盒子到底是什么。这是我姨父，他是这个支盒子小队里的一员，先固定好钢管。他现在手里拿的是拖拉机上的东西，这应该就是盒子。这样一片一片固定好，整个屋顶都铺满。这些盒子用铁丝捆绑好之后就掀过来。来慢点了，给点两块多点。来，大家再打一个盒。下午的阳光洒进来，就像一道彩虹，特别漂亮。这边的盒子支完，正好另一边的房顶拆完。拆完的房顶上加上钢管，明天又是忙碌的一天。拆掉的这个屋顶，今天也要支上盒子。说起来，这个队伍真的太有意思了，里面有我姨父，我同学的爸爸，还有以前我家做生意时的老邻居，领头的也是个亲戚，没有一个是外人。
所有的盒子固定好，就开始上钢筋了。钢筋横竖排成小网格的形状，然后用铁丝将每个小网格都捆绑固定好，特别麻烦。今天来了几个大家，走，我们近距离看一下他是怎么作业的。今天给平房浇顶，我们这边的水水是浇顶的上派。搅拌好的水泥用吊车运到平房上，像这样把钢筋挑起来，然后把水泥撒到钢筋下面，这样房顶会更结实。这边刚铺的差不多，另一斗水泥运过来了。
就这样慢慢的铺满整个屋顶。铺上水泥的地方用这个机子压一下，压过之后立马平整了。之后又上了第2层水泥，最后一斗成功卸货。送走之前给人清理干净。最后把水泥抹平，今天的工作就完成了。前段时间因为盖南屋，就把铺地面的工作暂停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继续铺地面。垫底加铺砖，1天的时间铺了大半个房间。完活了，耶！2铺了。一清早的时间，剩下的点快铺完了。这个婶子嫌师傅铺得慢，直接上手帮忙了。底面垫的灰好像不够，再填点儿。还是鲜花的，都是空的这种，都空就是不做事啊，这是不会啊，你看看这现什么样啊？没大一千多块啊，都要不吧？啊，到1千多块了，哪个不行啊？那这个空的，这才是好的店，对吧？这个必须，这是边行，哎，这个。空的这种，这块行。我这块队长，这块得看都已清清楚来了。他来回看，他这个膜，这个差不多的，转的，就跑完那个他突然转进水。对哟，这个呢？他干了他干了边上多的。哎，对了，他这不一踩这个都在这块踩。你不要看我看这啥人这样的啊，他的空才能不好。哎，你往上看，咱空的这块搬。
这堵墙是以前用碎石垒的，看上去不大安全，所以我们拆掉了。今天我们重新加一堵墙。嗨，这俺那边共产都用的，共产都用的。为了节约成本，师傅们用拆下来的老砖砌了上层。结果用老砖砌出来的效果竟然出乎意料。都这吧，好了，我过，吃完。但是慢出个砖头里，哎不耐。哎，他没给你拿回来，你看着是不是那个管的是啊？不行不行啊！我寻思你啥正好啊？啊，别这么还不错哦。这个小房间是以前放工具的，因为面积太小了，我们今天要把它拆掉。拆掉这些碎石还是要一车一车推出去。今天买了一车砖，5毛钱一个，不是高价。今天我们要给平房加防护檐。全把红砖好看，木啊哈，这个好看。背高黑的看我。你是咋整是不挠？没有，啥暖乎着了，冬暖夏凉是吧？看着样，看见了，点赞了哇！要记得点赞哦。今天咱家上咱们平房墙，这开始6个门就出了。你刷这油槽，咱后面刷你不6个门了的？哎，有下去的。啊，哎，不一刷一槽的。哦。我说一高了不像高这么能转了，你这是必须得高那么上去。是吧？你这平房这本身都比西边高。老妈想我家监工了。
天到下来哪一天好找了。这个石头房间，我姑父已经迷得差不多了，坑坑洼洼的地方都浮起来了。上菜也还不够啊！打这个黑那年星哈流强。还好这个外墙够平整，我们只要冲一下，给它刷个颜色就行了。这面墙本来有2个门1个窗，我妈为了节约成本，只留了1个门，另外2个都给堵死了。今天我们把这个门口给做好。经过我们的集体抗议，老妈终于让师傅把这个窗子再重新打开。因为其他房间都是架子，现在没法干活，所以我们把小监工接回来了。下午我们铺一下这个房间的地板。
石头房的地板昨天没有铺完，今天继续铺。之前铺堂屋剩下的边角料，师傅给我们用在了这个地方。心是好心，但一个是棕灰，一个是浅灰，这样搭配在一起有色差，所以这里我们又返工了。我家监工非常的爱岗敬业，一直坚守在他的岗位上，还时不时帮忙递个小东西。今天我们真的遇到大难题了。今天想给这个石头房吊顶，我不想用最常见的全白顶，从网上买了一块亚麻风的麻布。
里的架子都拆完了，接下来开始墙面工作。因为这个房间是之前拆过的，今天我们先把拆掉的这些缝隙补上。